现在呢，我就拐入到这个幸福里仿古的这个建筑啊，70、80年代老百姓家里的大概就这样的一种布置。这个高高的建筑物呢，是一个文冲炮楼，这边有一个戏台，非常漂亮。这个仿佛在西关绿湾区那边，这个门口的这个大水塘还是很漂亮，中间好像还有喷泉。这是一家专门的陶艺店吧，所以我觉得也很好玩的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也是闲来无事啊，在下午下了一场雨以后，出来转转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比较合适，天也是阴的啊，就想出来散散步。其实也是看到有一位网友说，在广州呢黄埔这边有一个地方还保留着以前的一些房子啊。刚刚呢我就来到了这里，来看看这个四周，还是蛮好的一片居民区的模样。其实我刚刚到这边呢，看到这边好像都是万科这个地产公司啊发展出来的一些物业，但我觉得应该来说，这个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，因为这一大片的住宅区，这个社区呢，这些房子虽然长得很高啊，但是看上去已经有点陈旧了。这个地方呢叫文冲，我知道广州以前有一个文冲造船厂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啊，因为也是在黄埔。大家可以顺着我的镜头看看这个四周啊，还是有很多的居民的楼房。然后呢，就在我的眼前有一些古色古香的有着广东特色的建筑物，但是我感觉就有点像一个城中村，它拆迁以后啊，就会把当地老百姓以前祖传下来的祠堂啊，那种古老的建筑物呢，修旧如旧啊，就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遗存。反正我的理解应该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重新规划以后啊，虽然在文冲这个地方，但是它另外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幸福里，就是幸福里弄、幸福社区的意思啊。这个意愿非常美好，也希望这边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啊，正如这个社区的名字一样，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在这边生活。现在呢，我就拐入到这个幸福里仿古的这个建筑啊，这个建筑群落啊，应该是个院落。正好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介绍，果然啊，这个幸福里又名广州幸福里，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临港经济区东部文冲街道文冲社区，占地呢约有13000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有以前的文冲陆氏大宗祠等等改建而来啊，是国家3A级的景区。这边有一个图，你看，幸福里烈士文化街区全景图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走进这个文冲里去看一看啊。
看看在这些高楼大厦的下面啊，还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宗祠、老的街道。这边有一个乡筹馆，应该也是纪念于一位陆姓人家。你看啊，文鼎路公祠，这应该是一个小的宗祠吧。到这边来看一看啊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小的博物馆，陈列室啊。这里说的是2003年，广东省推出了鼓励三旧改造的政策，说明它这个已经很多年了。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展示。这是应该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老百姓家里的大概就这样的一种布置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大三样，你看啊，单车、缝纫机、电视、收音机、冰箱等等啊。这不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家里用过的东西吗？这里就讲了啊，当时的一些发展，陈列的一些物品。很显然，以前这边也是一个村庄。你看，有很多农具展示。瞧瞧，以前家里用的都是这种灶，土灶。这里介绍清代广东第一个状元，姓庄，也有陆姓人家。当地的老百姓啊，老人小孩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池塘，小孩子玩耍。福善里世节路公祠，这又是一个路公祠。跟刚刚的一个池塘应该差不多啊。这里也是一个叫广秀馆。现在这个池塘里面应该主要是介绍广绣这种艺术这么一个展示。这个高高的建筑物呢，是一个文冲炮楼。你看啊，挺大的一个建筑物。文冲炮楼，又称文冲碉楼啊，俗称辽歌楼，始建于明嘉靖45年，这么一个碉楼。这个就有点像江门开平那边的这种碉楼啊。这是一个蛮开阔的广场，很多小朋友在这边骑行、跑步、玩耍。
其实这是一个广式的小园林啊。当然，根据以前很多的文化的记忆、文化的传承，还有就是民间的一些艺术的集大成吧。这边有一个戏台，非常漂亮，这个仿佛在西关荔湾区那边这种感觉。马路上进来呢，就有这个幸福里石头的牌坊，边上呢都是大高楼了。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保留以前民间的一些文化，我觉得还是值得赞赏的。这边呢有更大的一块幸福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介绍。珍珠奶茶，12小时书店啊，还是有一些文化气息啊。虽然明显的感觉铺的这个石板的街道，包括这些房子呢，都是之后重新修建的，但是走在这样的小街道呢，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以前的味道。那我们不妨这里面稍稍的走一走啊。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池塘，这让人想起猎德村呢，也是这样啊，保留了这么一个池塘。在这个水塘后面呢，应该就是他们更多的宗祠了啊。我们从最边上这间来看看寿亭陆公祠，想必这边主要都是一些陆姓人家的公祠吧。这边还有一些龙船活动的行程表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每一个池塘是不是还属于他们的后人，可以自由的来利用和支配的啊。这个天景不错。这里放着很多的桌椅啊，应该是当地村民们在这边玩耍的地方。就是这些池塘呢，建的有点雷同了啊。你只要去过一家呢，基本上都差不多。刚刚我就从这条叫越秀里的小巷子里面出来的。这里呢，继续是陆公祠。现在有个一桥展馆啊，一桥呢就是七夕，也有称之为情人节的，其实是纪念牛郎织女的这么一个节日。这边还有各种小吃呢。七夕节来临了，放了很多的这些东西，应该有些讲究。还挺有意思的啊，就是这些池塘呢，还把它利用起来，要不就是像店铺一样，要不呢就是做展览之用。这个门口的这个大水塘还是很漂亮，
中间好像还有喷泉。这已经是我见到的第5个陆公池了。这里现在是石榴仔工作室，干什么的呢？书籍阅览室。是一个文化学堂，还是蛮好玩的一个地方啊！完全是从一个旧的乡村开发利用变成了一个新的社区，但是呢，也保留了以前的，特别是陆姓人家的很多祠堂。这个祠堂格式基本上都差不多，但里面展示的东西不太一样。像这个应该是舞龙舞狮的吧？马到成功，这边还有练那种拳的东西。很多石头，还是保留着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啊。再转过来，这边呢就听到音乐了，应该是传送广东民间音乐的地方。有一些女性在这边，我就不去打扰了。这是最后一个陆公池了。应该也是传承醒狮文化的。其实这些都差不多。哦，没想到最后一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书院的吧，但其实也是一个陆氏的大宗祠吧。这个门面更宽一点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共同信奉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比较大，叫昌后堂，这个应该才是他们真正的宗祠了吧。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院落了。广东这边呢，宗族意识特别强啊，因为这边大部分的这些族群啊，都是很多年以前来自北方，他们把当年北方啊比较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这里，然后在这边呢不断的繁衍发展，但同时呢也巩固自己的势力，就慢慢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族群。这边还有一个叫什么培训基地啊，龙船文化。
走了几步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条后街巷，这里可以看看，到处都是高楼，有这些稍微陈旧点的，可能有20来年了吧，也有很多新的房子啊，可能近些年才修建，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大的社区。虽然跟这个网上在介绍的还是有些差距，因为网上有人说呢，西面呢就是永庆坊，东面呢就是幸福里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幸福里呢，它应该说是一个新旧结合，或者说保存了一些旧的传统、旧的文化的一个新的街区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商业的街区，也不是一个纯粹让大家来旅游的地方嘛，所以还是有区别的。但是像我们这种退休人员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听到有人介绍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，毕竟还是有些可取之处。就是刚刚我在里面稍稍走了一段的这个文冲幸福里，看到那么多的这种仿古的建筑吧，也许它以前长得就这样了，重新呢经过修建、修复以后的模样。那我们再拐到里面去，稍稍再走一段啊，就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广东老百姓啊，他们源远流长的文化，还有长期以来这个传承下来的文化，并且呢很有特色啊，就跟这个地域完全是合在了一块儿。你看啊，这边的这些仿古的建筑，还开了一些小店、餐馆什么之类的，这也商业化了啊，或者当时就这么设计的吧。这是一家专门的陶艺店吧，所以我觉得也很好玩的，就小朋友做陶艺的地方。这就是很多小朋友在这边做陶艺做出来的作品啊，应该是一个教室啊，那我们就不要去过度的打扰别人了。正对的呢就是茶社，应该就是展示和卖茶叶的地方。看来这一条呢是这个幸福里边的商业的主街了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也引入了像这种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，雪奈的茶也有。刚刚呢，我就是从这个广场过来的。昨天。在这样的一个虽然是新修的，但是保存着以前广东民间文化的小街坊啊，街道走一走，就感觉还是挺好玩的。
我已经转了一大圈了，现在呢来到了这个水塘边，哇，碧绿的湖水啊，一塘绿水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没有下雨来，但是比较凉快。正好趁这样的一个时节啊，就远的地方去不了，就在周边听到介绍某些觉得还不错的去处去走一走，也是感受一下广州黄埔一个叫文冲的地方。大家应该会和文冲造船厂联想在一块儿，其实是20年前就开始改造的一片区域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这个四周高楼林立，很多房子呢，我相信很多居民已经住了20来年了，但是呢，也有一些新的建筑物拔地而起。但是它中间围着的一块地方呢，就是以前应该是一个村落啊，就这个村落呢，姓陆的人家占多数，因为我见到大大小小10来个陆姓的祠堂，并且呢，这些祠堂啊，大部分都保留下来，作为一种文化的传颂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祠堂里面，不管是展示的文化，我觉得还是他们很多当地人在这边休息，都有一些广东的韵味啊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今天呢就到此一游。在这边呢，我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我们感恩初心，再见，拜拜。